从星期一的晚上到星期二上午啊，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中国、美国和日本这3个国家的元首啊，连续通了2次电话。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电话呢是通了1个小时，而特朗普跟高市早苗的电话是通了25分钟。这2通电话打下来，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啊！你想想，最近一段时期，中日2国外交冲突啊不断的拉高啊，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分别跟习近平和高市早苗通电话，给人感觉就特朗普作为国际事务的老大要下场了，亲自调停中日冲突。那说是打电话，其实啊就是中美日这3个国家在24小时的时间里连续搞了2次峰会，只不过这个峰会啊不是见面的，就是线上搞峰会。其实他们这个电话就是跟正规的外交谈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啊，就这2次电话峰会啊，应该说是非常之重要。围绕这2次电话峰会啊，国际媒体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我们今天也来解读一下中美日这3个国家首脑峰会的逻辑，以及背后啊的原因，以及对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日本未来外交走向的影响啊。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点，就是这个电话到底是谁发起的？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啊。有好事者就注意到了，11月24号晚上22点52分呢，中国的外交部网站就首先发布了习近平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在这个报道里头呢，他没有提啊，是应美国政府的邀请，或者说没有应特朗普的要求。大家就比较了，那前不久，当时特朗普不是跟中国政府通电话吗？中国的新华社发布稿件的时候都说了，应美方的要求，习近平跟特朗普通电话。言下之意就是你们美国求着要跟我们习近平主席通电话吗？然后呢，求的次数多了，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勉强答应跟你们特朗普通了一个电话。在中国看来，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面子问题，就谁先发起的这个电话。如果美国先发起的电话，中国同意了，那给人感觉中国是处于主动的。那么如果要是中国发起的，美国同意的，那给人感觉中国有求于美国嘛。所以如果是美方发起的，中国一般都会说是美方发起的，美方要求，美方邀请。但这一次啊，大家可以注意到没有这个词。所以呢，国际媒体首先解读说，这一次啊，既然没有提到美国政府要求，那一定是中方发起的。为什么说中方发起呢？理由也很充分的，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首先是通话时间。通话时间啊，中方没有讲具体时间，但是中方发布的时间呢是11月24号晚上22点52分。那你想想，肯定是习近平跟特朗普谈话完之后，中国第一时间发布的啊。但是你要写这个报道，还得写几分钟呢，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11月24号晚上。11月24号晚上啊，那正是美国的11月24号的早上，中美之间有12个小时的时差嘛。那你想想，11月24号的上午，那美国的时间那是工作日啊，特朗普正在白宫上班呢，对不对？但是习近平呢已经下班了，习近平加班跟特朗普打电话，那这个就也是令人意味深长啊。那就说明习近平有求于特朗普，所以有人就说了，你看到了吗？习近平迁就特朗普的时间，所以你看，这就说明是中方首先发起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啊，中日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外交冲突。起因呢是11月7号，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会的那番讲话啊，这之后，中方在几个领域内对日本进行了压迫式外交。哪几个领域内呢？经济、军事和外交。经济领域内呢，首先就说了啊，游客都不许去了。当然，中方没直接这么讲啊，就说啊，这个提醒风险，说在日本呢有对中国人的攻击，所以呢，中方的游客最好不要去了。结果哗，有50万个游客都取消行程了，然后那些航空公司呢都免费给退票。说是这些人主动不去了，据我了解，都是居委会到你家里动员。如果你买了去日本的机票，居委会到你家里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一直动员到你把这个机票取消为止。所以你看，50万张机票就取消了嘛，同时还取消了很多航班。与此同时啊，这经济领域还有其他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前一段时期，中日之间就福岛问题已经达成协议了，所以重新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刚刚恢复了14天，
结果中国就宣布了不进口了。那当时日本记者就问毛宁啊，为啥不进口了？毛宁说，据我了解，日方此前承诺履行输华水产品的监管责任，保障产品质量安全，这是日本水产品输华的先决条件。但是日方目前未能提供所承诺的技术材料。我还想强调的是，近期由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倒行逆施，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错误言论，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公愤。当前形势下，即使日本水产品向中国出口，也不会有市场。其实中国还是很多人想吃的，但是中国就是不进口了嘛。包括留学，中国也说了，提醒中国的留学生到日本留学要慎重。说白了，都是给日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在经济领域内第二是军事领域内，中国很快就宣布在中国的东海开始搞实弹射击演习。中国的东海那跟日本，那你想想遥相呼应啊，紧随其后。又宣布在青岛旁边的这个刘公岛搞实弹射击演习。刘公岛这个地方啊，那可特殊了啊。首先是中国北海舰队的驻军之地，司令部所在地。另外一个呢，它也是甲午海战最后刘公岛保卫战的那个伤心之地。1895年2月份啊，甲午海战打到最后的时候，日军把刘公岛给包围了。包围了之后呢，最后整个北洋海军的覆灭就是在刘公岛。所以在这个地方搞实弹射击啊，那个意味就有2层了。第一，这是当年中国海军的伤心之地，现在也是重新中国海军崛起之地。日本你不信你来呀，我要跟你搞。中国现在已经不是1895年的中国了，就是对着日本去的。军事方面啊，外交方面，那双方互相抗议啊，我就不讲了啊，那都已经好多轮了啊。中国又做了一件事情，就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啊傅聪，在联合国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给联合国所有的国家发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就讲了，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极其错误，极为危险，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这是对国际正义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公然违背了日本所做的走和平道路的基本承诺。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呢，挑战2战的秩序啊，那日本是战败国呀，那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如果这个日本呢，在台湾有事儿的时候，他又想出兵的话，中国要视同侵略，那么中国将动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啊，可以对日本直接发动这个武装攻击，不需要安理会的授权。中方正告日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收回挑衅越线的错误言行，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承担。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我们将坚决行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赋予的自卫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谢谢主席。联合国的这个宪章里的确有这么条款啊，就是所谓的敌国条款，就是对日本和德国这个战败国，这个几个常任理事国有这权利。如果你重新武装或者重新侵略的话，那么可以对你直接动武，不需要安理会授权。那你想想外交层面啊，那还有其他的啊，中日韩3国的文化部长啊，本来有个会议取消了，还有一个中日韩3国首脑峰会也取消了。中日韩3国首脑峰会啊，是1年1届，已经搞了10年了。这3个国家是轮流每年各搞1届，按照轮值国啊，下一届应该就是日本，就是明年1月份。这个时候呢，这日本就向韩国和中国发出邀请了啊，结果中国直接拒绝了，说此时此刻不具备举办3国首脑会谈的这个氛围和条件。那你想想，外交层面啊，这双方也是剑拔弩张啊。那与此同时呢，日本这方面呢没有怂啊。按道理来讲，中国军事、外交、经济领域呢对日本进行施加压力啊。日本内阁通过了一个决议，那就是说高市早苗这番话不需要收回来，
没有什么可收回来的，跟日本过去的外交立场没有什么变化，非常强硬啊。经济领域内，中国不是开始搞这些制裁吗？日本的那个大臣就说了啊，对中国这样动辄用采取经济手段进行制裁的国家，那我们要离它远一点，搞多方的多元化的经营。军事领域内，日本的防卫大臣直接去了冲绳的与那国岛。这与那国岛啊，离台湾只有大概100多公里，站在与那国岛上就能看见台湾。这小泉到了与那国岛之后啊，就宣布在与那国岛这个地方部署导弹，这导弹可以打到中国的福建沿海啊。那你想想，这不是跟中国直接对着干吗？而且啊，日本最近还在召开会议，说要讨论日本的防卫安全战略措施是不是要转型。过去都是专守防卫吗？现在要转型了，一个是要把防卫费从现在的 GDP 的1%拉高到3.5%。第二，更重要的无核三原则也可以讨论。大家都知道，日本啊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武器进攻的受害国，所以它有个无核三原则：不生产、不制造、不部署，对吧？现在就是日本就说明年啊，准备在半年的左右的时间内搞这个会议啊，说这个3个原则我们可以讨论，比如说部署，是不是可以讨论由美国部署核武器到日本呢？那也要突破无核三原则啊。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压力下没有怂，相反呢，实际上是加速了日本呢整个防卫正常化这一个步调。第三个，外交层面，日本也是增强对外忙啊。傅松散发完文件之后，日本的外务省马上也到联合国散发了一份文件，驳斥了中国的说法，说啊，那个所谓的敌国条款呢，在1996年的时候，联合国就讨论过，认为这个条款过时了，当时讨论废除，没有废除，但是实际上已经搁置了。所以当时中国你就投了赞成票，现在你又说拿敌国条款来对付我们日本，不成立。80年前的敌国条款来解决现在的外交纠纷，说不过去。所以日本你可以看到了吗？3个领域内跟中国直接对着干，应该说这是中日建交以来啊，日本表现的对中国在各个领域内最强硬的一次外交冲突。那有人就说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下场，美国开始调停中日冲突，由中国主动发起，因为中国一看文攻武克没起到作用啊。那既然你日本这个我搞不定，我找你大哥来摆平你。还有一个因素，那习近平跟特朗普打完電話之後，特朗普马上就跟日本人说了，我要跟高市早苗通話。結果在星期二上午，高市早苗不是跟特朗普通話了嗎？総理はアメリカ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電話会談に臨まれると報道が出ています。こちらの実施状況とどちらから持ちかけられたのかについてお尋ねします。また、すでに実施済みの場合は会談でどのような議論をされたのでしょうか。台湾問題や総理の存立危機事態をめぐる答弁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なやり取りをされたのかについても合わせて伺います。所以你看，这就说明习近平跟特朗普说话完之后，特朗普就找高市早苗了，那不就是说明习近平主动发起的吗？但是啊，11月25号这一天啊，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轮值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是毛宁，那日本记者就问了。人家都说啊，这习近平跟特朗普的通话是中方发起的，你看看，你证实一下。毛宁当时就说了啊，据我了解，此次通话是美方发起的，通话的氛围是积极的、友好的、建设性的。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这一下子啊，大家有点懵，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毛宁也不可能，这直接说假话，对不对？假如说是中国发起的，毛宁说是美国发起的，那美国政府也不干呢，美国政府也得出来说，那这确实不是我们发起的。而这个时候呢，毛宁反驳完之后，美国政府也没有说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发起的。I won't get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 this morning other than what the president put out on Truth Social. He put out his own readout of that, and I will leave it to that. But I did speak with him about the call. It lasted about an hour, and it was a very positive call. 所以应该就是美方发起的，但是美方在这个时间点发起这个谈话，目的何在啊？所以这里头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读了。我这里头啊，这2天认真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习近平和特朗普的这次通话的确是美方发起的，但是美方发起跟习近平的这次通话啊，不是因为中日冲突，而是因为釜山习近平跟特朗普啊
两个人见面之后，还有一些后续问题要处理。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跟釜山跟特朗普见面嘛，主要谈的是什么？中美关税战、中美贸易问题，对不对？但是当时只谈成了一个框架协议，很多细节没有谈成啊，没有进一步落实啊。你就比如说，当时就规定了，中国在未来1年的时间里啊，在美方要采购2500万吨大豆，今年到12月底啊，要采购1250万吨。但是啊，具体这个采购到底是怎么个采购法？你是下了订单呢，还是付了钱呢，还是直接运回来呀？没有约定。而且啊，从今年10月份开始啊，中国从美方一共只购买了150万吨到200万吨。那你想想，现在距离到12月底啊，这只剩下1个多月的时间了，那是距离中国政府的承诺差老远了。所以，其实在这个釜山啊，习近平跟特朗普的峰会之后，特朗普政府就要求跟习近平再进行一次电话峰会。这次电话峰会就是要落实一些后续问题。也就是说，这次发起的通话是特朗普发起的，但不是因为中日冲突来因应的。但是呢，什么时间习近平有时间，这就有技巧了。习近平是在本星期一晚上的时间，双方约定好这个时间。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可以再看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就是说，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在这次通话之后所公布的谈话内容中间，前半部分的内容都是关于釜山双方谈判的内容。中方公布的内容也是讲了，习近平指出，釜山首脑峰会之后啊，双方定了调子，指明了方向，是吧？达成了共识，要什么扩大这个合作名单，减少问题清单等等。而美方呢，特朗普啊，在这个通话之后啊，发了一个社交网站的内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讲的也都是乌克兰的问题啊，芬太尼的问题啊，中美双方的这个大豆问题啊。也就是说，美方发起的这个通话内容里头，直接都体现了双方的事后的公报里。但是这里头啊，美方就被中国吃了一回豆腐。为什么呢？因为美方发起的这个通话啊，是因为这个釜山中美双方的首脑之后的后续问题。但是中方给人感觉，美方发起的这个通话啊，其实是因为中日冲突。中方在这方面其实是很善于吃外国豆腐的。这让我想起了1958年，当时啊，老毛就发动对这个金门炮战823炮战呢。823炮战之前啊，当时啊，老毛啊把赫鲁晓夫骗到了北京，啊，双方谈来谈去，谈的都是联合舰队的问题啊。谈完之后，老毛就突然跟赫鲁晓夫说了一下，咱们出个联合公报吧。赫鲁晓夫就同意了。联合公报里头有一句话，就是中苏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啊，解决的方案达成了完全一致。结果呢，这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是什么？没讲啊。结果赫鲁晓夫回去之后呢，8月23号，中国就对这个金门发起了炮战。那当时台湾和美国都在想，那是不是赫鲁晓夫到了中国之后，跟老毛已经商量好了要炮击金门呢？但其实当时老毛炮击金门的时候啊，是根本没有跟赫鲁晓夫讲一句话的。事后赫鲁晓夫特别生气啊，觉得老毛摆了他一道，他又没办法出来解释啊。然后呢，美国呢当然就比较害怕了，因为苏联已经跟中国商量好共同炮击金门了，那我这个时候要介入的话，是不是冒着苏联直接插手的那样一种风险呢？所以美国当时在炮战金门的时候就没太敢武装介入啊。所以你看到了吗？当时老毛就吃了一道苏联的豆腐。这一次其实中方又吃了一道美国的豆腐，就是美方虽然发起了这次电话通话，但是发起的缘由不是因为中日冲突，发起的时间点也不是星期一之前的1-2天，可能时间更长。但是中方给人感觉美方发起的，但是中国不一不提美方发起这次通话的理由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问题啊，就这次通话到底应该怎么解读这2通电话啊？首先是就中美日啊这3个国家的这个通话啊，之后呢，双方都发表了解释，双方都是各自发布各自的内容。那发布各自的内容里头就需要解读了，大家都会讲对自己有利的，对自己不利的你就没办法讲了，对不对？你就要通过对方的公报里你去读。那么我们根据这3份这外交文件来复盘一下啊，就这一次中国和美国跟日本
这个2通电话背后啊，到底双方谈了什么？我仔细复盘了一下，大概有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中美之间肯定是关于釜山中美之间谈的关于关税战的内容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2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台湾问题。第3个方面就是中日冲突。第4个方面就是其他问题。一共谈了4个方面的内容，1个小时的时间啊。我先给大家来看中国公布的这个公报啊。中国就讲了，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们在釜山成功举行了会晤，达成了很多共识。大家记住啊，共识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稳健前行校准了航向，注入了动力，以向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事实再次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中美互相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这里的关键词是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坚持正确方向，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这也是个关键词啊。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的合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是中方的第一段话。这些话谈的全是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那关于中美贸易战呢，特朗普不是发了一个社交这个软件吗？他就讲了，他说我们讨论了多个议题，他上去就讲，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芬太尼、大豆及其他农产品。我们为伟大的美国农民达成了一项很棒的、非常重要的协议，而且未来只会更好。这是特朗普的前半部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知道这次谈话的前半部分就是讲中美关税战的。特朗普的信息透露了一个，就是特朗普跟习近平的这一次电话峰会达成了一项关于大豆的这个协议，农产品的。那也就是说，习近平在跟特朗普的电话峰会里头，先给了美国一些好处。什么好处呢？你不是要求1250万吨吗？保证年底之前给你搞定，没问题。你别看还剩1个多月了，我肯定给你下单。明年2500万吨，我保证超额给你完成任务。先给美国好处。这是这个中美啊电话峰会中间的前半部分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了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共同维护好2战胜利果实。这段话，特朗普那个地方没有提台湾问题，但是中方紧接着就讲了，2战胜利，中方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这是中方描述的特朗普的话啊。这里头有几点需要解读。过去在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中国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其他国家干预，这是中国的红线。但这次中国把台湾问题啊变成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就叫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言下之意，什么叫战后国际秩序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成立，是不是？这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是中国、美国和苏联这3个国家，也包括英国这4个国家共同主导的。你别忘了，美国你也是主导的，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都是你们美国也搞的呀。也就是说，台湾回归中国，那美国当时你也是同意了的，你别忘了啊。这不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是你美国当时直接主导的战后秩序的一部分，你们美国也有责任，这个就不一样了啊，跟过去的那个拉高到一个更高的国际层次了。紧接着，中国就讲了，中美曾经共同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法西斯指谁呀？法西斯指德国呀。军国主义指谁呀？军国主义指日本呐。然后说，当前应该共同维护好2战的胜利果实。言下之意，中国就跟美国讲了，现在日本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叫军国主义复活。你美国可注意啊，日本现在就是在复活军国主义啊。当年咱们哥俩一起打击军国主义，一起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现在我们要共同对付日本，别让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言下之意，你赶紧去跟日本去讲，日本这个就是叫军国主义。这是中国当时传递的话，跟美国讲的话啊。
当然，特朗普人家怎么回复的呢？说二战中国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对中国的这套表述，美方只是理解台湾对中国的重要作用，没有表示同意，没有表示中国这一系列的主张美国都接纳，这是美方的立场。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朗普啊，他没有提台湾问题，但是他也没否认，对吧？所以呢，中方所描述的美方的立场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美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复，跟过去的回复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其中第三部分我讲的就是中日关系的问题，中日冲突的问题，在中方的这个新闻报道里头没有，在美方的报道里头也没有。习近平跟特朗普的这个谈话里头，中方没有提到最近发生的中日冲突，特朗普的这个帖子里头也没有提到最近发生的冲突。但是我为什么说一定双方在电话里谈到了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习近平跟特朗普通完话之后，特朗普马上要求跟高市早苗通话，在星期二上午，高市早苗跟特朗普就通话了。通话的内容，大家等一会儿再听我来解读啊。其实也是在讲了这个特朗普给高市早苗介绍了中美峰会的内容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如果中美的元首峰会里头没有提到中日冲突的话，特朗普会在放下电话之后马上要跟高市早苗通话吗？不可能，对吧？但是为什么双方都没有谈中日冲突的问题？那就说明关于中日冲突的问题，其实中美双方的立场是完全不一致的。中方肯定是要求美方约束高市早苗，而美方呢没有答应，只答应了负责跟高市早苗沟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既然在这里分歧比较大，所以在双方的这个通报里头就都没有提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还有其他问题，其他问题是什么？乌克兰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各方不断缩小分歧，早日达成一个公平、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从根源上解决这场危机。这段话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现在支持美方主导的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大家都知道，美方最近不是拿出来一个乌克兰的28条和平方案吗？这个和平方案出来之后，全世界反响非常激烈，欧洲都认为这是让乌克兰投降，中国没表态。其实习近平是在电话里跟特朗普说，哥们儿，你这个方案我支持，我说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现在谁在致力于和平努力啊？不就特朗普吗？所以我不好意思直接说我支持你的方案，我支持一切就是支持你，哥们儿，你看到了吗？你现在搞乌克兰的方案，我支持你了。这也是中国送给特朗普的一个人情。这是第四个方面。特朗普呢，他也表示了，他说关于乌克兰的问题，说芬太尼的问题，我都跟他谈了。特朗普的这段谈话中间有哪两点需要特别解读的呢？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着眼于大局了。什么是大局呢？他说为此，习近平主席邀请我明年4月份访问北京，我已接受邀请，我也会邀请他于明年稍后作为我们的贵宾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一致认为应该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至关重要，我对此充满期待。这里头有两点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着眼于大局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特朗普认为，实际上习近平啊，咱们俩谈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小事儿，都是枝节性问题，包括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啊，包括你说的台湾问题啊，包括你说的中日冲突问题啊，都是枝节性问题。真正的大局问题是什么？是我明年要到中国去访问，咱哥俩是不是？这个放眼天下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啊！煮酒论英雄啊！咱们俩是G two啊！别被那些枝节问题所障眼了。所以，特朗普认为，其实中国现在关心的台湾问题和中日冲突问题，都不是中美关系中间最重要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讲到了，我们一致认为要经常保持沟通至关重要，我对此充满期待。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咱们俩经常沟通才能解决这个世界问题啊，包括你们搞不定的问题，还得咱俩沟通。你跟日本搞不定，你看咱俩沟通一下，我来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是特朗普的这个帖子中间啊，值得解读的这个最重要的2点。紧接着就是昨天上午高市早苗跟特朗普的通话。这个通话一结束之后啊，高市早苗第一時間就接受了日本媒体的采访。这个采访中间，这个高市早苗就讲了，他说啊，その上で日米同盟の強化や、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が直面する情勢や諸課題について幅広く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行われた、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説明が、ございました。第二个呢，日美关系非常密切啊，有事让他经常打电话。現下の国際情勢の下で、先般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訪日、に続きまして、日米間の緊密な連携を確認できたと、思います。で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然后关于就是高市早苗11月7号这段话，记者问他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特朗普跟你讲了没有啊？他说是。で会談内容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れ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でございますので、詳細について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ください。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日本外务省啊，关于高市早苗跟特朗普的通话也发了一个公报，在这个公报里头呢，只讲到了前2点。两国领导人确认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日美两国保持密切合作。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挚友，欢迎他随时致电。这2点都讲到了。但是关于他说的，就是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涉及到他那个谈话那一部分，台湾问题那一部分，我不方便回答的，在这个日本外务省的公告里头没有。没有，但是高市早苗已经讲了，他不方便回应嘛。是吧？那么这个高市早苗到底跟特朗普啊讲了什么呢？大家都在猜。中国境内啊的解读基本都是这样的，说特朗普一定教训了高市早苗。你看看你惹麻烦了吧？现在我们中美两国现在关系这么好，外交休兵了，你看你惹这么大麻烦，对不对？以后有这种事情啊，及时给我打电话汇报。你跟我汇报完了之后，你再搞，你别提前搞事情。这是中国境内的这个的一些解读啊。日本的这个解读呢，也包括其他国家的解读不一样啊。他们的解读都是说，你看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家要加强两国的密切合作啊，是不是？然后呢，随时打电话啊，所以这个呢不能做这个解读。那么我的观点啊，就是说啊，这里面啊，其实高市早苗讲的那段话，我过去分析过啊，他讲的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倍讲的话嘛。中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国的观点是什么？中国的观点是台湾有事，日本没事。美国的观点是什么？美国的观点是台湾有事，如果美国认为美国有事，那么日本就有事；如果台湾有事，美国认为美国没事，那么日本就没事。这是3个国家现在的立场啊。那么我认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态度立场过去一直如此，中国是默认的。中国默认就是说台湾有事儿，如果美国认为美国没事儿，那么日本就没事儿。中国是默认的，因为美国跟日本之间有一个安保协定嘛。如果美国认为这个美国有事儿，那美国如果从冲绳那个地方开战斗机到台海跟中共搞，中共能不报复吗？中共直接炸美国的冲绳的基地，那不就相当于进攻日本本土了吗？那美国肯定要奋起反击啊！所以过去中共默认的是台湾有事儿，如果美国认为有事儿的话，那么日本就有事儿。美国为什么这么认为呢？美国就是说，如果我都跟中共打起来了，你当然不能认为日本没事儿啊。所以你看到美国的立场吗？美国的立场就是说，日本必须跟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不能有独立立场。如果我们美国认为美国有事儿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有事儿；如果美国认为美国没事儿的话，日本也就没事儿，不能单独认为有事儿。而中国为什么默认呢？因为其实中国一直默认的是台湾问题其实是中美问题，中国只需要搞定美国就可以了。就是台湾有事儿，如果美国认为没事儿，那么就所有的国家都没事儿。
包括日本也没事儿，澳大利亚也没事儿，欧洲也没事儿。但是中国只需要搞定美国就可以了。中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就是要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有事儿，如果美国认为美国有事儿，日本有事儿；如果美国认为美国没事儿，日本就没事儿，搞成台湾有事儿，美国一定认为美国没事儿，自然日本就没事儿，其他国家也没事儿。这是中国的外交战略。所以中国是默认美国这个立场的。那么这2通电话下来，我个人认为，美国一定是跟日本呢沟通了，还是回到我这个立场上吧。就是台湾有事儿的话，如果我认为有事儿，日本就有事儿啊；中国认为台湾有事儿，日本没事儿，也不是这样啊。但是如果我认为没事儿，那台湾就没事儿。这个日本之所以现在不太方便向大家解释这个，我认为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要回到就是美国认为的这个立场上。我这个预测不一定对啊，但是大家可以看未来的3到6个月时间里头，我认为日本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回到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立场。事实上这些天日本的媒体也包括日本的很多政界都已经在反复解读了。为什么说日本的这个立场没有变化呢？那个没有变化就是高市早苗当时那个其实并不是并列关系，而其实就是因果关系。因为中共武统台湾，美国出兵，那么中国报复，然后这个时候日本才认为日本有事儿。那么这个其实就跟美国原先的立场没有区别了。但是至于高市早苗的内阁通过什么方式要明确表达这个立场，那么我们且行且看，通过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能够看出这个端倪来。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都吃些什么呢？也许现在是吃日本料理的好时候了。你看看这一盘日本料理，这个是台湾的花枝，这个是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干贝，鹿儿岛的丝鱼。你看完整的一盘，那这个是台湾所做成的日本玉子烧，充分展现出台日坚固的友谊。敬请大家多多享用。総理はアメリカ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電話会談に臨まれると報道が出ています。こちらの実施状況とどちらから持ちかけられたのかについてお尋ねします。また、すでに実施済みの場合は会談でどのような議論をされたのでしょうか。台湾問題や総理の存立危機事態をめぐる答弁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なやり取りをされたのかについても合わせて伺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先ほど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の、お申し出によりまして電話会談を行いました。で私からは、トランプ大統領が訪日された、時のことを報道した、アメリカの、新聞にサインをしたの、送ってき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へのお礼と、あとウクライナ和平に関する米国の取り組みへの評価について、お伝えをしました。その上で日米同盟の強化や、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が直面する情勢や諸課題について幅広く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行われた、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説明が、ございました。合わせて、私が出席した、G20、の様子についても尋ねられましたのでお答えをいたしました。現下の国際情勢の下で、先般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訪日に続きまして日米間の緊密な連携を確認できたと、思います。で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で会談内容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れ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でございますので詳細について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ください。